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在过去的一年里啊，我们讲过几百期关于超导和 LK99话题的这个视频。主要内容呢就是介绍超导研究的这个预印版论文啊，那些没有发表机会但是别出心裁的这种个性化研究啊，它是我的最爱啊。实际上呢，在科学研究的这个广阔领域中啊，不仅有对自然现象的这种直接探索，还有对研究过程本身以及公众对科学理解和反应的这个深入分析。最近啊，有两项比较引人注目的研究，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尽管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种研究论文，但是让我眼前一亮。那首先呢，就是发表在Physics Letters A 上的一篇迷你综述题目是 Room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ivity in Carbons Mini Review， 全面回顾了碳基材料室温超导性的这个研究历史它进展和理论基础。作者呢叫 J.X. 郑应该是位华人是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电气和电子工程系的研究者这篇综述虽然简短但是浓缩了这个领域几十年的这个研究精华，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全局视角有助于推动未来的这种研究方向以便我们这些爱好者入门另外呢，与此同时即将在2024年10月举行的韩国物理学会秋季会议上一项名为 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Populariz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Case Study of RK99 Incident Through Social Media 这个研究也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报告人叫 G.H.O. Hangu 那么他是韩国大学的研究生院的。那这项研究它不是聚焦于科学研究本身，而是深入分析了2023年7月以来 LK99 超导体宣布后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的这种公众反应通过对 YouTube 上800个视频及其评论的分析，研究者探讨了科学传播的双面性，以及公众如何理解和参与科学讨论所以估计呢，是不是也看了我的视频那我的 LK99 这个视频都是英德日韩繁体字幕那有一些韩国观众我看到过不少留言的当然了，和娱乐户外美食话题相比室温超导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所以这两项研究呢，虽然这个性质不同但是他们都反映了科学研究的这种多元化趋势，就是它不仅仅在关注科学本身，还关注呢科学如何被理解、传播和影响社会。碳基超导体的综述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技术层面的深度而 LK99 这种社交媒体反应的研究就展示了科学和社会之间的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那么接下来内容呢，我们就详细介绍这个碳基超导体的这个研究它的综述内容实际上呢，这个 mini review 里边的一些论文我过去不止一次讲过比如巴西的那个科贝列维奇教授的 HOPG 撕开后的那个超导研究我们来看一下文章内容看一下摘要的翻译。在碳材料中寻找室温超导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因为它有悠久的历史、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记录和明确的进展路线以及理论支持。50年前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在室温下的铝碳铝三明治结构中疑似存在约瑟夫森电流的这么个报告，这就导致了后来在纳米石墨薄膜中观察到了被认为是反向约瑟夫森效应的电压。那关于拆氧金刚石的报告呢，就引发了对掺硼金刚石中的完全超导性的发现。那关于定向热解石墨的和经水处理的石墨粉的报告，导致了一项声称在室温下浸泡在烷烃中的热解石墨环中电流可以自行运行30天的声明。它导致了一项声称在浸泡在己烷中的石墨烯环流中可以运行1000秒的声明。那碳材料它易于进行差层化学静电
这个载流子掺杂以及这个表面处理技术，所以这些方法呀可以促进载流子的密度增加，以及金属化，并使呢阿什克洛夫特呢提案呢更容易应用。因此啊，石墨烯、金刚石和热解石墨的高的得拜温度啊，就是可能足以支持碳材料在300K 以下的超导性，前提呢是生子交换因子拉姆达约为3，表示电子和生子之间有足够强的相互作用。那在这里啊，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得拜温度啊。得拜温度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物理概念啊，特别是在研究材料的热学性质和超导性质的时候。那高的得拜温度啊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参数啊，它是表征固体热学和振动性质的这种特征温度。那么它代表了固体中的这个生子，就是晶格振动可能达到的最高频率对应的温度。当实际温度 T 小于得拜温度的时候，就 C 的 D 不是所有的振动模式都被激发，而当 T 大于 C 的 D 的时候，所有可能的振动模式都被完全激发。那 C 的 D 越高，意味着材料的原子键越强，晶格振动频率就越高。那得拜温度啊，在超导研究中啊，它是有相当重要性的所以高的 C 的 D 通常和高温超导转变温度 TC 相关这是因为高的得拜温度意味着更强的电子和生子的耦合，而这就是超导产生的关键机制之一。在 BCS 理论中啊， TC 和 C 的 D 是成正比，这就是为什么研究者们对于高的得拜温度，比如说某些碳材料，在超导研究中特别有兴趣我们看一些材料的超导转变温度像石墨烯刚才讲过是1670K， 金刚石大概是2230K， 高定下热解石墨呢是2500K。 相比之下普通金属你像铝428K 和铜343K 的，它的这个得拜温度要低得多我们下边呢是看引言的这个翻译在常温常压下是否有可能在碳材料中找到室温超导性呢？这个前景看起来是合理的，因为这种可能性有悠久的历史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记录、明确的进展路线和理论知识。这种现象的第一次报告是在1974年的 Nature 杂志上，它描述了铝碳铝三明治结构中的一种异常电流在许多方面，这种电流的行为与约瑟芬森电流呢类似。在2000年到2012年期间呢，至少3个类似的报告中涉及到了 HOPG、金刚石真空界面和净水处理的石墨粉，所有这些都是在室温的常压环境下观察到的。那这些早期的报告在文献中就留下了令人深刻的记录比如在 Prince 的报告中发表1年之后呢Akimov 他们等人呢在掺硼的金刚石中发现了完全的超导性。那么尽管这个当时转变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只有 4K。另一个例子呢，就是卡瓦什马制作了一个 HOPG 的这个薄片环，那它在环中诱导了一个电流，发现它在没有外部电源的情况下流动了50天。另外呢，这个卡瓦什马呢还制作了一个由单层石墨烯浸泡在己烷中组成的环并且观察到在室温下，这个环中的电流可以自行的流动1000秒。刚才呢我们是读了一段这个原文的翻译这段内容呢还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碳元素的研究确实是已经非常的深入和广泛了。但是主要是因为呢就是碳的多样性是吧？碳可以形成多种的同素异性体，石墨金刚石、富勒烯、石墨烯，那每种形式呢都有独特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再就是广泛的应用是吧？我们从日常生活到高科技领域，碳材料是无处不在比如石墨用于铅笔，金刚石呢用于珠宝和工业切割，而碳纤维呢用于航空航天行业是吧？再就新兴材料，像石墨烯的发现给材料学带来了革命性的这种变化也开启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
再一个就是超导的潜力啊，就像文章里边说的，碳材料啊在超导领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特别是在追求室温超导的过程中啊，当然在环境和能源应用以及生物多样性啊相容性方面呢也有潜在的应用。所以碳的研究啊，这个如此深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普遍性和可获得性啊，我们是碳基生物，对吧？作为地球上最丰富的元素之一，碳给科学家呀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机会啊。下面我们接着读文章内容啊。那么下面这段啊，就是大神云集啊，像 Neil 啊，就阿什克洛夫特是吧？他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特别是在高压物理啊和超导体研究方面。那么阿什克洛夫特呀，在1968年和2004年提出了关于金属氢和氢化物超导的理论，是这个领域的重要里程碑。他的工作呢，给寻找高温超导体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另外一位呢，就是埃勒梅茨啊，我们看一下他的图片。那么米哈伊尔·埃勒梅茨呢是当代最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之一。2015年呢，埃勒梅茨呢和他的团队在硫化氢观察到了203K 的超导转变温度啊，这是当时最高的超导转变温度记录。这个发现啊，也极大的推动了高温超导的研究。那后面呢，还提到了很多天才的科学家，包括我们都知道的95后天才少年曹原博士啊。那么第二节啊到第10节的内容呢，就是研究的时间线啊，给大家做个简单介绍。前面说1968年理论基础的奠定，就是阿什克洛夫特呢提出一个重要理论，预测金属氢可能在高压下呈现出高温超导性。他估计金属氢的得半温度大概是2000K， 这可能导致约200K 的超导转变温度。那这个理论啊，最初针对的是氢，后来呢，他给碳基超导研究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那1974年呢，就首先观察到了可能的室温超导现象啊，就是安东尼诺瓦茨呢在《自然》杂志上报告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啊，他观察到在室温下夹在2个铝电极之间的碳层中存在异常电流啊，这种铝碳铝的三明治结构呢就表现出的特性啊，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约瑟夫森电流啊，这个呢就被认为是室温超导的早期迹象。那1991年呢，就弗洛西的超导发现，那虽然不是室温超导啊，但呢这个赫鲍德和他的同事啊，在钾掺杂的碳60中呢发现了超导性，那么临界温度呢在5到18K 之间。那这个发现啊，开启了碳基材料超导研究的这个新篇章，引发了对于其他碳同位素它的异形体啊，就是它同素异形体的这个超导能力的这种探索。2000年啊，就是热解石墨的这个磁化研究，我们前面讲过，科贝列维奇和他的同事呢，对高定向热解石墨它样品呢进行深入研究。他们在室温以上和以下都测量了，就是磁值回线，显示了在280K 和300K 观察到了典型的铁磁和超导磁质。那这些发现啊，为超导材料在室温下可能存在的超导性提供了新的实验证据。2003年呢，就是金刚石真空界面的这个超导迹象。Prince 在一项开创性的实验中啊，检测到了掺杂金刚石表面和金属探针尖端之间存在稳定的电流，温度高达353K。他认为啊，这可能是室温超导的表现。这个发现呢，进一步激发了科学界对于室温超导体的这个兴趣。到了2004年，掺硼金刚石中的这个超导突破Akimov 和他的同事呢，在掺硼金刚石中啊，发现了超导性。虽然转变温度比较低，大概4K， 但是呢，我们前面讲过，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它首次在纯碳材料中实现了超导。这个发现呢，证实了通过掺杂可以诱导碳材料产生超导性。到2010年，理论模拟研究的进展
就是 Nake 等人呢，通过数值模拟观察到，在高压下，大概就是25到30 G 帕，石墨晶体的能态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新的费米面出现，载流子的这个密度啊大幅增加，这是就是碳材料的这个超导啊提供了重要的这个理论支持啊。那么到了2012年，就是所谓的水处理石墨粉它的超导研究啊，这个水可和他的研究团队啊，对经水处理的这个石墨粉进行了磁化研究，他们声称在300K 以上的温度下检测到了明确的可重复的颗粒超导信号。这个发现虽然还存在争议，但是引发了那么科学界对于碳材料室温可能超导性的这种兴趣。到了2013年到2018年，这个热解石墨和烷烃的相互作用研究，就是Kawashima呢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了将烷烃与热解石墨接触后的效应。他声称发现了在室温超导的强有力证据，包括零电阻、麦斯纳效应和独特的转变温度。这些研究啊，虽然未得到广泛验证，但是给碳基室温超导的可能性也提供了一些实验数据啊。那到了2018年，就是磨角石墨烯中的非常规超导性，曹原博士的研究。那元神呢和他的同事啊，在磨角石墨烯中晶格里边发现了非常规超导性，通过把2层石墨烯以特定的角度进行扭转堆叠，他们观察到了可调的零电阻状态，临界温度呢大概是 1.7K。虽然这不是室温超导，但是这个发现呢开辟了2维材料超导研究的新方向，为未来实现更高温度的这个超导啊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那在后边啊，就是第10节开始呢，就是涉及到碳超导理论研究的一些基础和一些关键概念。一个呢就是载流子密度的重要性啊。那纯石墨呀本身呢它是半金属，载流子密度是比较低的，大概是10的每立方厘米10的18次方个啊。研究表明啊，在高压条件下呢，石墨的载流子密度啊可以显著的增加到10的20次方每立方厘米。载流子密度的增加啊，它是有利于超导性出现的，这可以通过调控碳材料的载流子密度来实现超导这么一个思路。那阿什克洛夫的提案和 BCS 理论，阿什克洛夫特基于 BCS 理论提出呢，高的得白温度可能导致高温超导。那碳材料普遍具有高的得白温度，比如刚才我们讲过，石墨烯是1670度，金刚石呢是2230度把 K 说错了，1670K， 金刚石是2230K， 热解石墨呢是2500K。那么这些高的得白温度值给碳材料实现室温超导就提供了理论的可能性。再一个呢，就是生子交换因子的关键作用。这个拉姆达反映了电子生子相互作用的这种强度，以及可用于介导的这种相互作用的电子生子的数量。理论研究表明当这个拉姆达大于3的时候约等于3的时候呢，可能足以支持300K 的这种超导温度。当然了，在实验中实现如此高的这个值呢，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拉姆达可以通过公式从 TC 和得白温度估算，但直接测量呢，在未来研究的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另外呢，就是 MP 方案在模拟中的应用。MP 方案呢是第一性原理模拟中广泛使用的计算方法，它被应用于研究碳材料的电子结构和超导性，包括呢金刚石、石墨金刚石混合体。那么这种计算方法就给理解碳材料的这个超导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那我们看一下理论的文章的最后的部分那么就是结论了说尽管许多人没有注意到但在碳材料寻找室温超导性的研究正在不断加速。50年前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第一个观察结论之后，类似的报告和后续的研究一直在稳定的涌现。这种趋势的
一个原因似乎在于碳材料的高的得败温度，它与金属氢相当，但在常温常压下就能实现。另一个原因呢，在于碳元素它的物理和化学的多样性，它易于实现差层化学、静电载流子浓度调节以及这个表面探测技术的应用。这些方法呢，可以促进载流子密度的增加和材料的金属化。碳材料的高的得败的优势在于它为生子的交换提供了足够的能量，这使得生子交换因子达到约为3就变为可能，从而呢在300K 下实现超导。然而要从实验中实现这一点仍然具有挑战性。那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在碳材料中寻找室温超导体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它不仅因为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实验证据和理论支持，还因为这项研究可能带来巨大的科学和技术突破。如果成功室温超导碳材料可能在能源传输、计算机技术、医疗设备多个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革。那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就是进一步探索不同的碳的同素异晶体和复合材料。再就是改进掺杂和处理技术，以增加载流子的密度。另外就是深入研究碳材料的这个电子生子的相互作用机制，开发新的实验技术来精确测量和控制碳材料的这个超导性质。好吧，这就是关于这篇超导研究的这个 mini review 涉及的范围呢是非常广从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碳材料中实现室温超导仍然是面临挑战，但是这个领域的研究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潜力也是巨大的。那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对碳材料性质理解的深入我们可能会越来越接近这个激动人心的目标。好吧，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如果你喜欢科普类的视频记得给我们点赞转发那安利给同样喜欢这个内容的小伙伴。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欢迎大家留言拍砖。再会。